在93阅兵中，中国史无前例地更新展示了大量的先进装备，这在以前的阅兵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而这一次阅兵跟以往不一样，最突出的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和反制无人机的装备。本期5G 大讲堂93阅兵系列继续和大家探讨这次阅兵中的无人作战装备。首先是海军的无人装备。一直以来，海军装备因为尺寸和重量的问题，在历届阅兵中很少有大规模的上岸展示。而本次阅兵中，则推出了多艘无人舰艇。最明显的第一艘是一款海上无人艇，此款无人艇采用遥控智能化设计，能拉到阅兵现场，肯定尺寸上不会太大。这款无人艇官方的介绍不多，但是从解说词来看，应该是具备了集群组网和预警、探测、巡逻等能力，自主探测识别、集群组网攻击等作战能力。更多的应该是近海岸、浅海进行使用。从外形来看，其整体的设计具备了雷达隐身的造型，并且低可视化涂装和自主执行任务的智能化系统。所以这款无人舰艇应该是属于情报收集和危险水域扫雷的功能。相对于传统的有人作战舰艇来说，它的体积更小，航行速度更快，搭配上各类先进的传感器，可以自动化的自主执行一些监测、扫雷和先锋作战等任务。你想想，在舰队即将经过的危险海域，派出此款无人艇前去前方海域进行探路，通过反潜声呐识别水下的情况，如果有水雷，还可以进行扫雷作业，可以说是非常高效且低成本的开辟安全航道的方案。再加上是无人舰艇远程操作，整体的造价相对来说也非常低，就算引爆水雷毁坏也不会心疼，并且它具备了自主自动化对水下可疑目标的识别探测，基本上可以自动化的操作驾驶了。这就意味着还可以用于海警巡逻、海岸线巡逻等任务。而这款无人舰艇属于清扫危险的系统，与之对应的就是设计陷阱防线的布雷系统。从阅兵画面可以看到，海上无人作战方队还有2款无人潜航器。第一款是 HSU-100 无人潜航器，这款潜航器应该是2019年阅兵上展示的 HSU-001 无人潜航器的升级版本。HSU-100 无人潜航器跟001无人潜航器应该是同样的系统，可以同时携带高性能、多种类的各种探测载荷，例如海洋探测声呐探测模块和爆破模块等等，在水下潜航的时候，对敌人的间谍潜航器、潜艇和危险海域的水雷进行侦查、定位，从而发现目标和解决目标。解说词也讲到，这几款无人舰艇可以进行自主执行任务和集群组网功能。因此，当舰队释放大量的无人舰艇在前方和周边海域检测清扫障碍危险，这将是非常可靠且高效的方式。而最后一款是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无人潜航器，它的造型非常的丝滑，流线型的艇壳没有多余的天线和声呐大量的裸露在外。这款无人潜航器的名称是 AJX-002， 这款潜艇的长度目测在20米左右，它的定位应该是类似于俄罗斯的波塞冬无人潜艇或者美军的虎鲸无人潜艇。这类造型的潜艇都具备模块化设计，内部的各类模块都可以进行替换，用以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通过前面的2款可以发现，这2款更多的是侦查和检测危险并解除危险的用途，而这一款应该是杀手锏级别的，用于布雷和自杀式攻击敌方目标的用途。毕竟整体的造型设计类似于鱼雷的造型，具备长、细和直的外形，因此是具备战斗部载荷的茶塔一体无人潜航器。此款潜艇在阅兵上面的消息并不是很多，而可以预见的是，以后配备在大型的战舰上面，在深海区域实施掩蔽的布放，通过静默部署形成封锁区，以切断敌方海上补给线与航行通道，可以进行深海遥控侦察，执行自杀式搜索攻击任务和布设水雷等等任务。动力系统上面并没有太多的消息，跟外军的大多数无人潜航器使用核动力不同，咱们的这款无人潜航器应该还是使用传统的动力系统搭配电池的方案，因为整体的尺寸不大，未来可以搭配在航母、潜艇上面，在目标海域掩蔽的深海投放，让它自主的执行作战任务，可以缓慢的掩蔽穿越敏感地带，前行是敌方的军港码头、舰船必经的水道，或是可能爆发高强度对抗的海域，进行布雷封锁，限制敌方舰船的活动，切断敌人的海上通道。同时还可以收集大量的信息和主动布雷，这将会是一款非常优秀的间谍和作战装备。海军这次的阅兵公开的这3款无人系统，涵盖了侦察、扫雷、静默掩蔽布雷和抵舰敌方敏感基地自主作战和收集情报的能力，并且都是采用的无人远程操作和自主执行任务的能力。未来如果全部列装，海军的3位一体无人作战系统将会显著提高舰队的防御作战能力。如果是在前海海域，例如海峡和近海进行使用，基本上可以实现整个海域的封锁。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际用途应该就不言而喻了。本期5G讲堂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继续和大家探索空军无人机系列配置情况和如何协同战斗机作战定位。我们下一期见。